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珍。重磅消息，价值140亿美元的美国军售方案正摆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这份清单里有爱国者导弹，有先进的防空系统、先斗宣导，还有各种针对不对称防御的黑科技。你敢相信吗？新加坡的国防预算竟然长期压着台湾一头。随着 FF-35B 隐身战机即将进入新加坡，以及量身定制的长胜级潜艇下水，新加坡的防御平衡正在发生巨变。新加坡的空军即将跨入全5代机门槛，海军拥有该地区最先进的定制化黑科技，陆军平台更是实现了科幻片般的完全数字化。更牛的是，新加坡把国防做成了国民教育，那种全面防卫的社会凝聚力，让这块狭小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法被单方面武力震慑的硬核枢纽。而另一边，台湾虽然拥有强大的导弹工业，正紧锣密鼓地部署 M1A2T 坦克和海马斯火箭炮，试图把海峡变成死亡地带。但这种前线堡垒与新加坡这种科技毒枭的较量，到底谁的底气更足？要我说，新加坡在这6个方面简直完胜台湾。如果说空军是军队的王冠，那新加坡空军就是王冠上最精密的钻石。新加坡走的是极端的精兵路线，装备不求多，但求全球最强。反观台湾空军走的是以量抗压的路线，毕竟要面对海峡对岸那庞大的空中机群，数量不够是真的会心慌。新加坡订购的首批 FF-35B 预计就要交付了，这玩意儿对新加坡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FF-35B 厉害就在于它能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随便找段公路，甚至是一块硬化过的混凝土坪，它就能原地起飞反击。这种生存能力配合上隐身性能和传感器融合技术，直接对周边甚至更强的对手形成了降维打击。而台湾呢，虽然一直想买 FV-35，但因为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和技术泄密担忧，最后拿到的只能是 FF-16V。 说实话， FF-16V 的航电确实牛，雷达也先进，挂弹量甚至比 FV-35还多，但它有一个致命伤，不隐身。在现代防空系统和5代机面前，不隐身的战机就像是在黑夜里打着手电筒冲锋，生存压力大得惊人。新加坡的5架预警机是通过以色列技术深度改装的，能实现真正的先敌发现、先敌打击。台湾虽然有高密度的防空网，甚至还要接收上百枚爱国者3导弹，但如果机场在首波攻击中就瘫痪了，战机飞不起来，再强的防空导弹也只是被动挨打。潜艇是新加坡和台湾维持生命线的终极底牌。新加坡的策略是找全球最厉害的师傅，做最适合自己的刀。他们向德国订购的长胜级潜艇，那简直是为马六甲海峡量身定制的艺术品。这种潜艇为了适应新加坡那种潜水、高盐度的热带环境，特意采用了 X 型舵，在狭窄的水道里机动性拉满。更恐怖的是，它搭载了最先进的燃料电池 AIP 系统，能安安静静地在水下蹲守1个多月不用露头。到2024年，前2艘已经服役了。这意味着新加坡在东南亚水下的静音威慑力已经达到了天花板级别。再看台湾，走的是一条最艰难的路，潜艇国造。首艘海鲲号现在正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海试。说实话，挺佩服台湾的毅力，硬是在各种技术封锁下把潜艇造出来了。但作为首个自主研发项目，挑战真的太多了。因为部分外国核心组件交付延迟，原本计划的进度又推后了。虽然海鲲号配了威力巨大的 MK48 鱼雷，想在海峡深处搞伏击区，但在自动化和静音技术上，比起新加坡那种成熟的德国血统，还是略逊一筹。新加坡的潜艇只需要28个人就能开动，高度自动化，而台湾的需要约50人。在战场上，人越少意味着系统越智能，容错率也越高。台湾陆军现在正迎来一个大换装期，最亮眼的就是那108辆美制 M1A2T 艾布拉姆斯坦克。
这可是真正的陆战巨兽，火力、防护力比台湾以前那些老掉牙的坦克强了不止一个维度，再加上即将到手的82套海马斯火箭炮，台湾的逻辑很明确，谁敢靠近我的滩头，我就用覆盖全海峡的火力把你轰碎。这是一种终极堡垒的死守姿态。但新加坡的陆军玩得更高级，他们不买现成的，而是靠自己那牛气冲天的 ST 工程自研。他们搞出的 T-Rex 5步兵战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铁疙瘩，而是一个移动的互联网终端。这车强调的是网络中心站，全车数字化，每一辆车都是战场上的一个智能节点。这种高度自主的研发能力让新加坡根本不怕国际供应链被掐断。你看台湾还在苦苦等待美国的坦克和火箭炮到货，新加坡已经开始给自己全军装配最新的国产智能化平台了。新加坡虽然地小人少，但新加坡通过科技手段把每一个士兵都武装到了牙齿。这种数字化陆军的战斗力真的不能单纯用人数来衡量。很多人好奇新加坡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和技术，这得归功于新科工程 ST Engineering。 这不只是个军工厂，它是个全球化的科技巨头，订单量高达300多亿新元。新加坡一边给各国修飞机搞智慧城市，一边把赚来的钱和技术反哺给国防。这种以商养武的模式让新加坡能用极低的成本维持全球顶尖的技术研发，简直是天才般的运作。但在导弹技术上，台湾确实玩出了花。他们开发的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导弹，那可是让所有大型舰艇都头疼的存在。更狠的是，台湾还部署了射程1200公里的雄升巡航导弹。如果说新加坡是全方位的科技学霸，那么台湾就是个偏科极其严重的导弹疯子。这种防务工业的差异决定了新加坡更有韧性，更具全球视野，而台湾则在非对称作战的道路上越走越深。台湾国防部长确认了100余枚先进导弹正按计划推进。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台湾试图通过堆砌硬件来换取安全感的焦虑。但回过头看新加坡，他不需要这种疯狂的军购合同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新加坡不仅有先进的 F-35， 还有遍布全球的海外训练基地，它就像一个精明的棋手，在不经意间已经布好了全局。那么在你们看来，这种科技强军的新加坡和死磕到底的台湾，如果真的面临极端考验，谁的防线会更稳固呢？或者说在这种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到底是以商养武更靠谱，还是依靠大国军售更安全？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洞见，我们一起交流。欢迎点赞订阅，我是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